我是大武王朝唯一一个异姓王侯，凭借一手签到系统成为边疆战神。女帝登基，王朝动荡，各路藩王虎视眈眈，伺机而起。先帝遗诏要我入宫辅佐女帝巩固王朝，但女帝却怕我功高盖主，心存芥蒂，就当她发愁之时觉醒了帝王模拟系统，可提前模拟各路藩王的人生轨迹，并获得奖励。但无论他模拟多少次，只要不把我召回，就只有兵败身亡的结局。此时北境巨蛮关镇北王府，我与一白衣文士相对而坐。王爷，先帝让九公主继位，究竟打了什么主意？这江山女帝怕是坐不住啊！闻言，我缓缓开口。 大武朝的江山谁来做，对本王都没区别，不过只能由皇室一脉的人来做。回想当年我穿越而来，正值大武朝兵荒马乱，我投效军营，成了一个士卒。那时先帝对我格外赏识，常年将我带在身边传授武道，我才得以锋芒毕露，拜将封侯。但最终却一道圣旨将我发配边疆，做了镇北王。陛下，您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是真的怕我功高盖主吗？只要没人来招惹本王。 大武朝江山尚在，其他一切都不关本王的事。哈哈，想来不管是谁坐上了皇位，都不会不长眼的来招惹王爷。那可不一定，毕竟有些人总是自命不凡，这样的蠢货从来都不会少。比如现在，徐庶，你猜猜看，这一次又会是谁的人？话音落下的瞬间，便有几道身影闪身进入内院，几人一经现身便朝我杀来。对此我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那白衣文士一时面色平淡，只是眉头微皱。 7个一品武者，手笔倒是不小。王爷，看来有人已经坐不住了。此来就在此刻，一声暴喝如惊雷炸响，凛冽刀光乍现，转瞬即至，呼哧一声，还不等那几个刺客反应过来，便尽数被拦腰斩断，眼中还残留着浓浓的惊恐。一群废物！只见一个壮汉赤着上身，手持一柄长刀，走呸了一声，嚷嚷道：“就这水平，也配刺杀王爷？”骂咧了一句后，壮汉这才嘿嘿笑着朝我走来。王爷，末见来迟，望王爷恕罪。 闻言，那白衣文士便摇了摇头：“你这憨货，怎能把人全杀了？好歹留下一人问上一问啊！”此时，长安城御书房之中，女帝对着身旁一位年轻女子说道：“韵儿，父皇曾对朕说过，在朕继位后，即刻召北境内卫回京。这件事你怎么看？”陛下，属下不敢妄言。女子闻言，心中微微一惊，北境那一位是谁？她自然是知晓大武朝唯一一个异姓王，万民敬仰的镇北王江选。女帝闻言摇了摇头：“罢了。” 你先下去吧。上官运躬身退下后，女帝缓缓起身，走到了窗前。父皇，您可真是给女儿出了一道难题啊！内有朝臣离心，外有藩王野心昭彰，他这个皇位做得如坐针毡。召回北境那一位，他不是没有想过，但是他不敢，他害怕镇北王同样暗藏野心。正当他徘徊不定之时，帝王模拟系统绑定成功。一道机械般的声音在女帝脑海中响起：“什么人？”女帝闻言，目光一冷，当即一声冷喝：“保护陛下！” 闻言，门外守护的上官运俏脸惊变，唰的一声抽出了腰间的绣春刀，接着顷刻间便有10余锦衣卫出现。 本系统可模拟他人生平，让宿主提前知晓未来之事。每次模拟结束后都能获得随机奖励。目前可模拟对象晋王。随着那声音再次响起，女帝轻挑柳叶眉，面色不变，尝试着呢喃了一声：“模拟晋王。”院中气息骤变，诸将没有半分犹豫，齐刷刷起身躬身。末将誓死追随王爷。他们心里都清楚，刚才但凡有半个不字，此刻已经身首异处了。晋王满意点头，又问：“本王若是现在起事，有多少胜算？”有将领当即起身进言，说：“现在起事就是出头鸟，不仅要面对女帝，还可能被其他藩王联手针对。岭南距长安4000余里，一路打过去，只会给他人做嫁衣。现在不是最佳时机。”晋王叹了口气：“这些本王都知道，可本王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。他的身体早已外强中干，最多5年，怕是连上马都做不到。他必须赌这一把。”就在这时，手下来报：3个时辰前，上官运和宁和带着锦衣卫到了崇里，杀了张野，如今正在扎崇里守军。晋王噌的一下站起身，脸色骤变，立刻让人去请林玄如。白衣文士林玄如刚到，听完事情始末，一眼就看穿了晋王的顾虑。王爷是在担心宁家丫头来这里是北境那一位的意思。晋王点头，语气里满是忌惮。若那一位选择相助女帝，诸事皆休啊！满场无人反驳，谁都知道我这镇北王的赫赫威名是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。我若要保女帝，天下无人敢反，也没人能反得成。林玄如却突然笑了：“王爷，若那一位真的支持女帝，只需他开口说一句话，女帝的皇位就固若金汤，何须让宁家丫头跑这一趟？这分明是女帝想借那一位的名头震慑我等罢了。”这话让晋王瞬间醍醐灌顶，可他依旧不敢赌。他问林玄如要不要派人去北京试探我的态度。林玄如当即否决：“不可，真这么做了，王爷要造反的事，转眼就会传遍天下，局势只会对我们更不利。”晋王不再犹豫，看向诸将，直接问：“现在都来说说，崇礼府该怎么打？”他本就暗中掌控了崇礼多年，如今女帝横插一手，他只能硬打了。翌日，长安皇宫天鸾宫，女帝武于西下了朝，立刻启动了帝王模拟器，选择模拟大皇子武乾云的生平。他本想跳过大皇子的幼年阶段，却意外发现先帝屡次驳回百官谏言，不肯立大皇子为太子，索性直接跳过，从他登基之时开始模拟
画面里，元帝45年，先帝驾崩，大皇子武前云等来的却是九公主武于熙登基的消息。他震惊又不甘，他是皇长子，怎么能让一个女子坐上皇位？他暗中收买了一众大臣，蛰伏起来，就等一个翻盘的机会。很快，机会来了，岁首晋王造反，亲率45万精锐直奔崇礼府。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仅仅3日，崇礼府就被攻破，宁河兵败，只能退守临川。看到这里，女帝瞳孔骤缩，浑身寒意翻涌。模拟里清晰显示，晋王一边正面安营扎寨牵制宁河，一边派3万精锐绕后300余里，五位守将不战而降，大军直接奇袭崇礼北门，更有2尊指玄境武者联手袭杀宁河。若非忌惮北境的我，宁河根本活不下来。女帝瞬间明白，锦衣卫里也早就有人背叛了他。紧接着，晋王连下10城，剑指天水。女帝震怒，当即下令兵部抽调30万大军，由武国公亲自统帅，驰援天水。而长安城内的武前云看着武国公率军离开，知道自己等的机会终于到了。他连夜联络了所有收买的文武百官，布局夺权，甚至去见了萧太后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萧太后一眼就看穿了他的谋划，直接调了3尊天象镜、1尊半步天人镜的武者给他助阵。5日后，天水大战正式打响，全天下的目光都被这场大战牢牢吸引。武前云动手了，他带着府中300甲士和一众反水的文武百官，直接杀入宫中，有顶级高手助阵。禁卫军副统领当场暴起，一刀斩了统领，10万禁卫尽数落入他的手中。当夜，宫中喊杀声不断，持续到了破晓，才堪堪停息下来。当夜，在1尊半步天人、3尊天象镜的围杀下，女帝身受重伤，红衣染血，心中懊悔没有听从父皇遗嘱，将镇北王召回朝中，惨然一笑，拔剑自刎于金銮殿中。你浑身染血，缓缓上前，坐上了那个梦寐以求的位置，高声大笑。你喃喃自语，质问着自己的父皇，为何不将你立为储君？为何宁愿将皇位传给九公主，也不愿传给你？但是这都不重要了，你赢了。翌日，你死了，你被人暗杀，死于金銮殿中，死状凄惨无比，享年30。本次模拟结束，奖励破镜丹1枚，可助天象镜巅峰武者突破至天人境。金銮殿的模拟画面落幕，女帝倒吸一口凉气，浑身寒意翻涌。大皇子身边有半步天人护着，依旧被暗杀惨死，出手的必然是天人境强者。他攥紧刚到手的破镜丹，第一时间想到了自己的师尊清渊剑宗宗主陆清渊，天象境巅峰的修为，只要凭这枚丹药破入天人境，自己便多了一份保命的依仗。更让他心底发寒的是萧太后，模拟里这位太后随手就能调出1尊半步天人、3尊天象境武者，这份深不见底的底蕴，连先帝都从未跟他提过半分。早已察觉锦衣卫有叛心的他，根本不信这只帝王利刃，当即传令殿外锦衣卫，传令上官运，让他在崇礼府仪式结束后速速回朝，连5位守将反叛，萧太后底细的调查他都压了下来，打算等师尊到了，让清渊剑宗的人出手。他抬眼遥遥望向北方，眸中满是复杂。模拟器里那句后悔没召镇北王回朝，像根刺狠狠扎在他心上。与此同时，北境距蛮关外300里草原，蛮族中军大帐乱作一团。事后跪地急报，霍去病亲率3000精骑出关，直奔我大营而来。蛮王世子扎尔哈先是嗤笑，区区3000骑也敢来送死。可帐内瞬间分成2派，老将穆哈马脸色煞白，力主避战，直言当年霍去病7000骑就冲垮过蛮族30万大军，绝不能硬刚。年轻将领却群情激愤，叫嚣着要斩下霍去病的头颅，回王庭邀功。扎尔哈本对长霍去病动了心，可追问完当年战事的细节，终究被霍去病的凶名压垮，咬牙下令大军后撤100里。此行关乎蛮族大计，不可因小失大。画面一转，镇北王府庭中，我和徐庶相对而坐，炭火上温着一壶酒。阿青持剑静立在我身后，一身清冷剑意与漫天风雪相融。我看着院外越下越大的雪，开口问徐庶，北京的百姓们可都安置妥当了？徐庶点头应声，都安排妥当了，粮食和御寒衣物都已分发下去，虽不能顿顿饱腹，但绝不会饿死人。我轻轻颔首，话锋一转，眸底瞬间翻起寒意。那些刺客的来历可查出来了？徐庶神色一凝，躬身回禀，回王爷，黑冰台查到那些刺客皆出自白莲教，是有人花大价钱雇佣他们出手的。我挑眉冷笑，真是活腻歪了，竟有人敢把主意打到我头上来，让黑冰台继续查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的胆子，敢雇白莲教来杀我。是。徐庶应声，又试探着问道，王爷，您说会不会是宁王？我笑着摇头，那小子还没那个胆子，当年被我打怕了，借他的雄心豹子胆，也不敢动我分毫。说起宁王，我也觉好笑，当年江南一战，这小子为战先窃乱了军心，被我连着暴揍3回，硬生生扔去先锋营里历练，好几次差点死在乱军之中。如今见了我就跟老鼠见了猫，天天只知道遛鸟听曲，掀不起半点风浪。我收起笑意，又问周王那边可查出什么来了？徐庶缓缓道，他与大黎朝的接触极为隐秘，黑冰台短时间内还没拿到实据，但依在下看，他无非是想借大黎朝之手助自己造反。我冷笑一声，女帝登基才多久？北蛮、白莲教、大黎朝这些牛鬼蛇神就全冒出来了，一个个都觉得女子坐不稳江山，想趁机分一杯羹。徐庶看着我，眼底满是压不住的狂热。王爷，若是由您执掌大武朝江山，这世间无人敢心生一心。我无奈摆了摆手，徐庶，这些话以后便不要再说了。徐庶满脸不甘，却还是躬身应是。我看着他，神色微沉，缓缓道，与人有过承诺。徐庶浑身一震，瞬间恍然，只剩一声长叹。他自然猜得到这承诺是什么，我又是向谁许下的诺言，也终于明白为何我有横扫天下的实力，却始终不肯踏足长安登基称帝。他很快收敛心绪，又正色道，对了王爷，
昨日朝中传来消息，关于萧太后的。黑冰台发现他麾下有大量上3品武者效命，只玄境便有好几尊，甚至还察觉到了天象境的气息。我眯起眼，冷笑一声：萧太后这是故意露的底，明摆着是向我示威。当年先帝御驾亲征被困，他曾亲率800重骑于万军之中将先帝救出，本就不是个简单人物。如今故意暴露底蕴，无非是想警告我别插手长安的事。徐庶瞳孔骤缩，惊声道：王爷的意思是萧太后知道黑冰台的存在？我点了点头。黑冰台的存在对寻常人是隐秘，对他们这些人却不是。不仅知道，恐怕长安城里我安插的黑冰台成员，他都一清二楚。我当即吩咐传令给裴堪，让他暗中调查萧太后的真实身份，切记莫要打草惊蛇。不等徐庶领命，我又补了一句：另外，让黑冰台这段时间多盯着点宁和那丫头，绝不能让她出意外。宁和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弟子，继承了我的衣钵，如今身在崇礼那滩浑水里，靖王就算赢了他，也绝不敢对他下死手。可白莲教那些连我都敢刺杀的疯子，保不齐会对他下手，想借他的死激怒我，把大武朝这趟水搅得更浑。紧接着，西北城武关周王府漫天大雪里，周王武乘风负手立在院中，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黑衣人。黑衣人一身玄衣，手持火红长剑，手上带着一道新鲜的剑伤，语气生硬道：遇到了黑冰台的人，想杀没杀成，被对方一剑伤了。周王目光骤然一凝，你是说关中来了一尊黑冰台都尉？黑衣人点头，同为止玄境，能一剑伤我的，当时唯有黑冰台16都尉。周王脸色瞬间变得难看，眸中寒光暴涨，暗骂我手伸得太长，都伸到他的城武关来了。可纵使满心怒意，他也不敢真的跟我硬碰硬，只能生生压下。他冷眼看着黑衣人，冷声问：说吧，你大离朝是什么意思？黑衣人摇了摇头，只吐出2个字：不够，得加钱。说着抬手比出了一个7的手势。周王气急反笑，眸中杀意翻涌，怒声喝骂：滚！趁本王还不想杀你之前，滚回去告诉你家陛下，就按先前谈好的条件来，不愿便就此作罢。黑衣人没再多言，点了点头，纵身一跃便消失在漫天风雪里。直到黑衣人离去半晌，周王身后才走出一人，低声问：王爷，这是打算放弃和大离朝的合作了？周王摇了摇头，眼神阴鸷，语气满是笃定：大离朝会同意本王之前的条件的，他们想要的从来不是7州之地，只有城武关。他话锋一转，又问：晋王那里现在如何了？下属回禀：快忍不住了。周王望向岭南的方向，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阴笑，喃喃自语：老三啊老三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同一时间，长安皇宫金銮殿上，女帝坐在龙椅上，狭长的眸子里满是滔天怒意，面如寒霜。就在今日，朝中收到急报，运往兴庆府的赈灾粮食、银两、御寒衣物，在半路被人劫了，押送的1500甲士尽数被杀，海量物资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连半点踪迹都没留下。劫赈灾粮，杀朝廷将士，这分明是蓄谋造反。满朝文武个个惊骇失色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女帝冰冷的声音响彻大殿：督察院何在？臣在。督察院左右御史连忙出列，躬身候命，给朕查。朕会让锦衣卫配合你们，哪怕是把整个兴庆府翻个天，也要把劫粮的人给朕找出来。朕只给你们10天，10天内查不出来，你2人自行谢罪吧。2人脸色煞白，心头像压了块巨石，可不敢有半分反驳，只能躬身领旨，匆匆退下。女帝冷哼一声，目光落在宗人令安庆王身上，冷声问：兴庆府是吴王的封地吧？安庆王佝偻着身子，连忙回陛下，是吴王的封地，传旨给吴王，让他也给朕去查。安庆王皱了皱眉，想劝不合规矩，可对上女帝冷到极致的目光，瞬间心头一凛，硬生生把话憋了回去，额头瞬间冒了一层冷汗，连忙应声：臣这就去拟旨。女帝收敛了些许杀意，蹙眉看向满朝文武。朱清以为赈灾一事该如何继续进行？兴庆府700万百姓冻饿而死者已不计其数，赈灾刻不容缓。可满朝文武却个个噤若寒蝉，没人敢开口说话。再运物资，怕还是会被劫。派精锐押送，朝中早已无兵可调。更关键的是，户部早就空了。就在满殿死寂中，户部尚书硬着头皮走了出来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：陛下，之前那一批赈灾的银两、粮草、衣物已经掏空了户部，户部现在已经没钱了。陛下，这话一出，满朝文武瞬间傻眼，齐齐倒吸一口凉气，满脸不敢置信。女帝只觉眼前一黑，如遭雷击，死死盯着跪在地上的户部尚书，一字一句带着刺骨的寒意：你是说户部没钱了，给朕一个不杀你的理由？陛下，不关臣的事啊！陛下。户部尚书刘志跪在金銮殿中，面无血色，浑身抖得如同筛糠，半点不敢抬眼去看龙椅上的女帝。女帝眸底寒意翻涌，一字一句逼问：不关你的事，那你告诉朕，大武朝1年上1两的税银都去哪了？刘志嘴唇哆嗦，却死死咬着牙，半个字都不肯吐露，一副宁死也不开口的模样。很好，女帝冷笑一声，当即下令：来人，拖下去，打入诏狱。殿外侍卫应声上前，刘志却猛地起身，疯了一般朝着殿中立柱撞去，想以死封口。满朝文武大惊失色，纷纷喝止，却根本来不及阻拦。拦下他！女帝冷哼一声，话音未落，一道身着飞鱼服的锦衣卫身影顺闪而至，死死按住了刘志。满朝大臣齐齐松了口气，擦了擦额头的冷汗。谁都清楚，户部亏空背后的水深不见底。女帝看着面如死灰的刘志，语气里满是煞气：想求死，朕会让锦衣卫在诏狱里好好招待你。拖下去！刘志彻底绝望，闭着眼被锦衣卫拖了下去。文臣之首的萧炎文看着这一幕，瞳孔骤缩，转瞬便恢复了面无表情的模样，却没逃过女帝的眼睛。女帝随即下令将刘志满门家眷打入天牢，而后冷扫满朝文武。朱清以为是否需要调一支精锐前往兴庆府镇守，殿内瞬间死寂，没人敢接话。兴庆府是吴王的封地，谁开口谁就得罪了手握重兵的藩王，这烫手山芋没人敢接。就在满朝文武噤若寒蝉之际，萧炎文缓步出列，躬身道：臣以为当抽调精锐前往兴庆府
府镇守，以免贼人再次作乱。女帝不咸不淡的抬眼，那丞相觉得该调哪一军去？萧炎闻抬眸，一字一句道：微臣以为陛下可下旨，从北境抽调一支精锐，前往兴庆府镇守。这话一出，满朝文武齐齐倒吸一口凉气。北境是我江玄的地盘，我的脾气天下皆知，谁敢轻易动我的兵？龙椅上的女帝先是蹙眉，转瞬便了然于心，点了点头。可她心里的算盘，我再清楚不过。借这道调军圣旨，一来试探我有没有谋逆之心，二来借我的名头震慑吴王，三来向全天下宣告，他武于西得了我镇北王的支持，一举三得。女帝当即传旨，让镇北王收到圣旨后，即刻抽调一支精锐前往兴庆府镇守。与此同时，长安后宫凤鸾殿，萧太后也收到了朝会的全部消息。这位当朝太后身着凤袍，看着不过双10年华，眉眼间却带着摄人的威仪。紫衣女子躬身禀报完始末，抬手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，请示要不要去赵玉灭口。萧太后摇了摇头，不必了，一个将死之人罢了。大皇子最近可有什么动作？回太后，大皇子已拉拢了兵部侍郎、吏部侍郎和大理寺少卿，其余大臣态度尚且模棱两可。萧太后蹙了蹙眉，下令让禁卫军副统领主动去投效他，给他点信心，再让他来后宫见哀家一面。紫衣应声，又忍不住问太后：以我等的实力，为何还要扶持大皇子？您又如何不能称帝？萧太后没有回答，只是抬眼遥遥望向北方，沉默许久，才吩咐道：你亲自去一趟北境，问问江玄，他究竟是什么态度，切记莫要失礼。紫衣满脸错愕，却不敢多问，躬身领命退下。萧太后看着北境的方向，黛眉紧蹙，低声呢喃：江玄，只希望你不会与哀家彻底站在对立面，不然……话音未落，一道浑身裹在黑袍里的身影突然现身，声音嘶哑的禀报：太后，查到了，长安城中的黑兵台都尉就是大理寺少卿裴堪。萧太后瞳孔骤缩，满脸错愕，随即深吸一口气，连忙道：不，裴堪此人动不得，他若是死了，那我等多年谋划都将付之一炬。他太清楚我的护短，绝不敢在这个时候触我的逆鳞。而萧太后不知道的是，他查到的这一切，本就是我故意让他看到的。长安城南裴府黑兵台16都尉之一的裴堪，正站在后院听着手下的禀报。回大人，萧太后的来历查不到任何蛛丝马迹，只查到他与白莲教暗中有往来，时间线正好与当年白莲教圣女失踪的时间吻合，前后不超过3月。裴堪眯起眼，当即下令，立马将这个消息禀报给王爷，顺带禀报王爷，属下已按王爷的吩咐，主动将身份暴露给了萧太后，请示下一步该怎么做。手下应声退下。裴堪转身回屋，刚推开门，就见一身青绿色素裙，手持青色长剑的阿青静立在屋中。裴堪心头一跳，当即单膝跪地，躬声道：属下裴堪参见月女大人。阿青清冷抬眸，语气没有半分波澜。如何了？回月女大人，属下已按王爷的吩咐，主动暴露了身份给萧太后。阿青轻轻颔首，只道了一个好字，连不轻一间，身形已然踏空消失。裴堪擦了擦额头的冷汗，哪怕只是一瞬，天人境的威压也让他如临大敌。这就是我月初签到召唤出的月女阿青，也是我布在长安最锋利的一把暗箭。画面一转，崇礼府锦衣卫驻地内，一名锦衣卫快步上前，躬身递上厚厚一沓卷宗，启禀指挥使大人，崇礼府守将胡彦的罪证已全部收集完毕。上官运接过卷宗，越看脸色越难看，强压着滔天怒意，看向身侧身披暗红甲胄、英姿飒爽的宁和，沉声问：宁将军可有把握？宁和手握玄色长枪，俏脸含烈，只回了2个字：没问题。上官运松了口气，目光扫过院中的300红甲，眼里满是羡慕。这300红甲虽皆是女子，却个个武道不俗，是宁和的亲兵，更是我当年亲手调教，送给我这唯一弟子的底牌。来人！上官运深吸一口气，冷声道：去把崇礼府周牧带来。1刻钟后，上官运与宁和带着100余锦衣卫、300红甲，策马直奔崇礼府军营。他们刚出发，军营中军大帐内的胡彦就收到了消息。他看着坐在上首的白衣文士林玄如，躬身恭敬问道：先生，此事王爷可有什么交代？林玄如摆了摆手，神色凝重地叮嘱胡将军：今日锦衣卫和上官运，你想怎么处置都可以，唯独宁和以及他麾下300红甲，一个都不能死。胡彦满脸犹豫，林玄如又沉声道：你只要知道，他们若是死了，谁也保不住你。胡彦不敢反驳，连忙应声领命。他想留林玄如坐镇军营，却被对方拒绝。林玄如临走前又再三叮嘱，绝不能伤宁和分毫。林玄如离了大帐，并未走远，只隐在暗处观望。很快，密集的马蹄声传来，宁和一身红甲，手持长枪，跨骑神驹。身侧的上官运身着飞鱼服，腰挎绣春刀，面如寒霜，身后300红甲气息凝为一体。军阵已成，杀气凛然。营门前的巡逻士卒见状，厉声呵斥：前方乃军营重地，闲杂人等速速退去。上官运勒住马缰，掏出锦衣卫令牌，冷声道：锦衣卫办案，我乃锦衣卫指挥使上官运，让崇礼府守将胡彦速速前来见我。士卒们瞬间慌了神，正要转身通禀，胡彦已经大步走了出来，脸上堆着谄媚的笑，躬身道：末将不知指挥使大人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望大人莫要怪罪。大人请入营。装模作样。上官运冷笑一声，根本不吃他这一套，冷声道：把人带上来。2个锦衣卫当即押着崇礼府周牧刘屈上前。上官运将手中的罪证狠狠扔在他面前，冷喝：念！刘屈浑身抖得不成样子，连忙捡起卷宗，颤着声音念了起来：从强占良田千顷，纵奴打死百姓，到强抢民女，买凶暗杀刺史，再到收受贿赂，暗中勾连晋王意图谋反，一桩桩一件件，念得清清楚楚。
谋反2个字落下，营门前瞬间陷入死寂，所有崇礼府守军都满脸不敢置信地看向胡彦。上官韵冷冷看着脸色铁青的胡彦，关于这些，你可还有什么想说的？胡彦瞬间回过神，装出一副震惊的模样，指挥使大人，您说的这些，末将可从未做过，大人莫要开玩笑了。哼，上官韵嗤笑，所以说你这是不打算认罪了？胡彦双手背在身后，暗中打了个手势，假意笑道：大人远道而来，舟车劳顿，不如先随末将入营，让末将为大人接风洗尘后再言此事如何？说话间，营内的弓弩手已然悄然埋伏，千余心腹甲士也正朝着营门赶来。随行的锦衣卫瞬间察觉不对，立刻策马上前，低声提醒上官韵。上官韵点了点头，看向身侧的宁河，语气凝重道：接下来便看宁将军的了。宁河颔首，俏脸肃然，宁河今日必不辱使命。上官韵随即看向胡彦，语气冰寒彻骨：我锦衣卫抓人从来不需要证据，先斩后奏，皇权特许。不过今日你想要证据，那我便给你证据。把人带上来。10余个骨瘦嶙峋、衣不蔽体的百姓被锦衣卫带了上来。胡彦看到这些人，脸色瞬间大变，暗骂手下办事不力，连尾巴都没处理干净。上官韵看着瑟瑟发抖的百姓，语气放缓了些：都说说吧，胡彦做了些什么事，又是如何对待你们的？话音刚落，10余个百姓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双目充血，声泪俱下的控诉起来：就是他抢了我家的地，我家8口人活活饿死了7口，只剩我一个活了下来。我2个儿子都被他府里的下人活生生打死，丢到了乱葬岗。他看上了我家媳妇，当街抢夺，还打死了我的儿子。大人，求您为我们做主啊！一声声气血的控诉，让营门前的守军彻底沉默了。看向胡彦的眼神，从敬畏变成了鄙夷，再变成了滔天的愤怒。一个老族看着那些悲痛欲绝的百姓，再也忍不住，怒目圆睁地朝着胡彦怒喝出声：你这样的人，也配做我等的将军？大营中隐藏在暗处的林玄如，在看到这里后，不由摇了摇头。他暗叹胡彦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换作是他，根本不会给这些平民开口的机会，直接下令弓弩手射杀，死无对证之下，绝不会闹到如今军心彻底离心的地步。林玄如本打算就此离去，可刚一转身，就看到一个身着黑衣、头戴斗笠、手持火红长剑的身影，正冷冷朝他看来，身上杀意凛然。林玄如足尖一点，转瞬便横跨10余丈到了对方面前，拱手问道：敢问阁下所来何事？黑衣人语气僵硬：干你何事？只一眼，林玄如便猜出了对方的身份，阁下可是号称指玄境内无敌手的离火剑传人宋不知，是又如何？林玄如瞬间猜透了对方的来意，似笑非笑道：大黎朝让你来杀宁河，就不怕北境那一位震怒，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？还是说你们打算栽赃嫁祸给晋王，挑起我朝内乱？周王已经和你们达成共识了。宋不知脸色一僵，没想到自己一言未发，对方就把所有谋划猜了个七七八八。林玄如又劝道：宋兄，今日有在下在此，你杀不了他，不如就此离去。可笑！宋不知眼中杀意暴涨，手中离火剑发出阵阵剑吟，炙热的剑意瞬间席卷而出。林玄如面色一沉，翻手一掌拍出，掌风罡气汹涌，一剑一掌轰然相撞，真气激荡之下，两人各自后退3步，平分秋色。宋不知冷笑一声，欺身而上，剑势愈发狂暴，直取林玄如咽喉。林玄如从容应对，死死将其拦下，寸步不让。可就在两人即将再度交手之际，宋不知突然身子一僵，脸上露出慌张之色，当即收剑入鞘，头也不回的转身就走。林玄如眉头紧锁，也立刻大步离去。而不远处，一个脸戴青铜面具的身影正饶有兴致地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。与此同时，大营外的胡彦在麾下将士们的怒骂声中彻底撕破了伪装，他眸中杀意翻涌，冷冷看向上官韵，指挥使大人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？今日你怕是带不走末将了，就凭你埋伏在营中的那几百弓弩手。上官韵冷笑一声，直接下令抓人。100余锦衣卫应声上前。就在这时，秦越持戟带着1000甲士大步冲来，挡在胡彦身前，嚣张怒吼：我看谁敢！可下一秒，他看到策马而出的宁河，眼睛瞬间直了，露出淫笑出言调戏，言语轻佻至极。上官韵和一众锦衣卫看他的眼神，如同看一个死人。胡彦更是吓得魂飞魄散，冲上去就给了秦越一巴掌，又狠狠一脚将其踹倒在地，怒骂着逼他给宁河下跪赔罪。秦越这才反应过来自己闯了大祸，连滚带爬的跪地求饶，被胡彦骂着赶了下去。演完了吗？宁河挑了挑眉，手中玄色长枪一挥，枪尖直指胡彦。演完了，也该上路了。胡彦脸色大变，连忙躬身放低姿态，许诺奉上厚礼，只求宁河就此退去。宁河闻言只冷笑一声，眸中傲意凛然，凭你也配！一声杀，一个不留，落下。宁河一马当先，身后300红甲策马杀出，直取敌阵。胡彦面色铁青，连忙下令举盾迎敌，1000余甲士瞬间结成阵型，可他却死死叮嘱手下，绝不能伤宁河分毫。可阵型刚成，宁河一声娇叱，一枪便挑飞10余甲士，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，单人单骑杀入阵中，300红甲紧随其后，如同一柄尖刀，瞬间冲垮了整个阵型。胡彦见状翻身上马，挥刀朝着宁河狠狠斩来。宁河不闪不避，长枪轻点，正中刀身，一声巨响过后，胡彦只觉虎口发麻，长刀直接脱手飞出，整个人被震得气血翻涌。营中将士看得目瞪口呆，随即纷纷怒骂胡彦恶贯满盈，更是为宁河的悍勇高声叫好。胡彦不敢再战，勒马就逃。宁河冷笑一声，曲弓搭箭，箭矢破空而出，正中胡彦咽喉。胡彦应声落马，当场毙命。
秦月吓得魂飞魄散，不要命的往营中逃窜，却被一个满脸胡茬的壮汉王爷一脚踹飞，当场拿下。不到1炷香的时间，战斗便彻底结束。胡燕的千余心腹全军覆没，剩余残兵尽数弃械投降。营中埋伏的弓弩手和亲信也被锦衣卫清理得干干净净。上官运看着300红甲的汉勇，心中愈发惊叹于我镇北王的手笔。他随即下令将与晋王勾结的周穆留屈打入大牢，满门抄家。处理完一应事宜，上官运向宁和拱手告辞，接了女帝的旨意，即刻策马返回长安。宁和则带着300红甲入营，正式接管崇礼府，还给看热闹的王爷安排了清理战场的差事，乐得王爷原地傻乐。画面一转，北境镇北王府停下，女帝的圣旨一早便送到了北境。传旨的太监宣完圣旨，连一口茶水都不敢喝，便惶恐的逃也似的离去。我看着石桌上的圣旨，挑眉问身旁的徐庶：“徐庶，你觉得女帝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兴庆府赈灾粮被劫的事，我昨日便已知晓，却没想到女帝竟会下旨，从我麾下抽调精锐前往兴庆府镇守。徐庶笑着回道：“回王爷，在下猜测，女帝此举有2个目的：其除了从王爷麾下调军，她别无选择。其他藩王皆心怀不轨，绝不会听令。其二，她是想借王爷的事，震慑天下那些蠢蠢欲动之人，为自己争取时间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补充道：“不过据裴堪传来的消息，从北境调军一事，并非女帝主动提起，而是丞相萧炎文谏言的，只是不知此人有何目的。”我摇了摇头，此人翻不起什么风浪，不必过多在意。我又问道：“兴庆府劫粮一事，可查出来了？”还在查，出手之人极为谨慎，没留下多少痕迹。不过属下怀疑，此事大概率是吴王所为。徐庶沉声道：“兴庆府是他的封地，除了他，没人有本事在他的地盘上悄无声息劫走赈灾粮，杀光1500甲士，多半是坚守自盗。坚守自盗吗？倒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”我点了点头。徐庶又皱眉问道：“王爷，那我们还要调军前往兴庆府吗？为何不调？”我语气平淡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霸道。徐庶多虑了，本王给他几个胆子，他也不敢对北境精锐下手。况且，相对于其他藩王来说，本王倒是觉得女帝还不错。这话一出，徐庶满脸震惊。王爷的意思是打算出手助女帝坐稳皇位？我大笑一声，摇了摇头，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，只是顺嘴一说罢了。徐庶何故如此震惊？徐庶却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干咳一声，有些犹豫地看着我：“王爷，在下有个不成熟的想法。”我摆了摆手：“你我之间有话直说便是，何须如此扭捏？”徐庶当即正色道：“王爷至今尚未娶妻，当今陛下又是女子之身，这其中不是没有操作空间。属下听闻，陛下在继位之前对王爷很是憧憬，早已芳心暗许。若是王爷能与陛下结合，那这天下究竟是陛下的，还是王爷您的？不都一样吗？”一直在旁门头喝酒的许褚听到这话，顿时咧嘴一笑，连连附和：“王爷，我觉得徐庶先生这话说得不错。”我不由笑骂了一句：“你这憨货！”又看向徐庶，挑眉道：“徐庶，你这个想法果然很不成熟，下次别说了，本王还不至于用这种手段。”徐庶却依旧不死心，还想再劝。我指了指身后，笑道：“徐庶，你没见青儿都不高兴了吗？”早已从长安返回，持剑立在我身后的阿庆，清冷的眸子里浮出一抹茫然，蹙了蹙眉呢喃道：“那我是该高兴还是不高兴？”我哑然一笑，当即道：“此事就此打住。”徐庶见状，只能悻悻地闭了嘴。我随即看向许褚，吩咐道：“仲康，你准备一下，明日便带县阵营去一趟兴庆府。”诺。许褚虽有些懵逼，还是躬声领命。离去前还瞪了阿青一眼，却被阿青轻飘飘一个眼神看得气急败坏，憋屈的大步离去。徐庶皱眉道：“王爷，让这憨货带县阵营去，会不会有些不太好？此去直面吴王和各方势力，怕是他难以应付。”我笑了笑，没事，这厮也不真的是个憨货。你且传令，调一个黑兵台都尉去兴庆府，从旁辅助。是。徐庶躬声应下。我又想起了宫中那位萧太后，眉头微蹙，问道：“徐庶，你觉得那萧太后会不会真的是当年白莲教失踪的圣女？”不好说，但从两者失踪出现的时间来看，可能性极大。徐庶神色凝重道：“并且前几日刺杀王爷的白莲教刺客，他有很大的嫌疑。黑兵台查出，萧太后正是在刺客出现前几日与白莲教有过联系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补充了一个让我都为之震惊的消息：“还有，王爷，大武朝户部没钱了。黑兵台查出，自前些年，户部便一直在暗中运送大量银两往凤鸾殿，送到萧太后手中。对此，先帝好似是默许的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户部没钱了，我眉头骤然一皱，心中掀起惊涛骇浪。大武朝1年上1两的税银，怎么可能说空就空？更让我在意的是，先帝竟然默许了此事。以我对先帝的了解，他绝不可能因为宠爱一个女子，就放任国库被掏空，除非他对萧太后背后的势力忌惮到了极致，甚至怕与其翻脸，会让大武朝江山倾覆。一念至此，我的神色间也久违地升起了一抹凝重。看来这萧太后的身份比你我想象的还要神秘。徐庶传令黑兵台，再调2个都尉去长安，用最短的时间将萧太后的真正来历给本王查出来。翌日，700县阵在许褚的率领下，自据蛮关而出，直奔兴庆府而去。县阵营刚出关隘，暗中窥视的各方势力瞬间炸开了锅。北境内卫竟然把县阵营遣去了兴庆府，700县阵不可敌。难道镇北王打算支持女帝？惊呼声此起彼伏，这些窥探者倒吸着凉气，满脸惊悚的四散离去，连多停留1秒都不敢。关内高楼之上，我负手而立，遥遥看着逐渐远去的700县阵营。
剑眉微挑，朝身侧的徐庶笑道：“你说今日后那些藩王会是什么反应？”徐庶收回目光，莞尔道：“大概会很慌吧。世间第一精锐因女帝一道圣旨出北境，任谁心里都得打鼓，尤其是那些已经暗中谋划造反的藩王，怕是往后连觉都睡不安稳了。”我脸上的笑意骤然收敛，眸中寒意翻涌。霍去病那边进展如何了？回王爷，扎尔哈根本不敢交战。霍去病率3000精骑出关后，他已一退再退，足足退出了400里开外。我冷笑一声，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霸道：“你去一趟军营，让闵少山带10万精骑出关，与霍去病会合，直捣蛮族王庭。本王不管他们打的什么主意，既然来了，那就得付出代价。不想打，那本王就逼着他们打。”诺。徐庶躬声应下，目中同样泛起冷意。与此同时，新庆府百年难遇的大雪席卷此地，积雪半人身，城外饿殍遍地，城内暴乱四起，百姓早已被逼到了绝境。可吴王府的汤池厢房里却是春光一片，吴王正左拥右抱，与怀中女子嬉闹，眼看就要行那荒唐事。屋外的敲门声骤然响起：“王爷，北境传来消息了。”吴王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，满腔欲火荡然无存，沉着脸让女子们尽数退下，冷声道：“进来吧。”眼角带疤的中年男子快步走入，躬身禀报：“禀王爷，今日一早，镇北王遣出县阵营，由许褚率领，正往新庆府而来，最多7日便到。”什么？吴王瞳孔骤缩，哗的一声从汤池中站起身，浑身遍布的狰狞伤疤尽数暴露，连刺骨的寒意都顾不上了，满脸不敢置信的确认：“你再说一遍。”县阵营，许褚。回王爷，千真万确，得到肯定答复。吴王大步跨出汤池，胡乱披上大袄，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，嘴里反复喃喃：“不可能，他怎么会让县阵营来？他怎么能让县阵营来？那可是天下第一精锐，是我江玄的亲卫底牌，如今竟被派到了他的新庆府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？别说他了，这700县阵营去哪个藩王的封地，哪个藩王就得心惊肉跳。”他越想越慌，既怕我真的支持女帝，又摸不透我这模棱两可的态度，整个人焦躁不已。就在这时，屋外又传来禀报：督察院左右御史锦衣卫镇抚使李长青前来求见。吴王眼中闪过一丝晦涩，当即吩咐手下让府中豢养的武道高手全部安分下来，随即整理好衣袍，大步去了正堂。正堂内，范平川、魏南、李长青3人正襟危坐，留给他们查赈灾粮被抢案的时间只剩6天，可至今毫无头绪，连锦衣卫都没查到半点蛛丝马迹。3人早已焦头烂额。见吴王大步走入，3人连忙起身见礼。吴王满脸笑意的与范平川2人寒暄，唯独对锦衣卫的李长青态度冷淡，全然不放在眼里。落座后，范平川直奔主题，说起赈灾粮被抢一事，恳请吴王配合查案。吴王当即面露愠怒，破口大骂劫粮的贼人胆大包天，又摆出一副焦头烂额的模样，说自己府中粮草也撑不了几日，演得滴水不漏。在3人失望之际，吴王又话锋一转，故作犹豫地说：“前晚有人看到一队盖着黑布的车马，趁着夜色往大同府秦王的封地去了。”这话一出，3人面色齐齐一变。吴王与秦王本就有旧怨，这话是真是假，他们心里门清，可如今没有任何线索。就算明知是吴王想栽赃嫁祸，他们也只能顺着这条线查下去。1个时辰后，3人匆匆离开了吴王府。府外，范平川确认无人跟踪，皱眉问李长青：“李大人，对吴王所言你怎么看？”“不可信，但也不能不信。”李长青沉声道：“就算是假的，我们也得顺着查，不然这案子根本破不了。”3人当即分工，督察院2人在事发地周边村落排查，锦衣卫负责盘查山匪流民以及大同府的线索。待李长青走远，范平川愁容满面的叹了口气：“子期，你觉得劫粮的会不会就是吴王？”魏南闻言一怔，目光微凝，语气沉重道：“不是没有这个可能，而且这位李镇抚使与吴王之间恐怕有些不为人知的关系。”范平川满脸绝望，这一次你我恐怕难以活着回朝了。魏南没有开口，只是看向他背影的目光中暗藏着一抹冷意。翌日，700县镇出北境的消息彻底传遍了整个大武朝，诸多藩王得知后，尽皆面色大变，纷纷停下了手中的谋划，开始观望局势。最慌的莫过于岭南的晋王，直接寝食难安，连造反的准备都暂时停了下来。长安皇宫天鸾宫内，女帝武于熙也被这个消息震得不轻，红唇微张，久久没能回过神来。她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一道圣旨，我竟真的调出了天下第一精锐县阵营，还派了虎痴许褚领军。殿中，女帝斜倚在案几前，看着北境送来的消息，喃喃自语：“700县阵营，虎痴许褚，你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是向朕示好，表明无谋逆之心，还是在谋划着什么？”不过转瞬，他便冷笑一声，眸中泛起冷意，想来朕的那些皇叔们现在应该很慌吧。丁，冷却时间已结束，本次可模拟对象增加1人，周王可模拟对象晋王、大皇子、周王，宿主可随意选择1人模拟。模拟器的提示音突然响起，女帝看着新增的周王选项，没有半分犹豫，直接下令：模拟器模拟周王生平。直接从朕登基后开始，本次模拟对象周王武成风。模拟开始，光幕亮起，女帝看着模拟内容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先帝驾崩后，周王埋藏多年的野心彻底复苏，得知他登基为帝，更是在府中破口大骂，认定女子不配执掌江山。他算准晋王会第一个造反，暗中谋划，甚至不惜与大黎朝勾结。许诺事成之后，将成武官原封不动奉还给大黎朝。看到这里，女帝气得银牙紧咬，怒声骂道：“好一个周王，你怎胆！”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周王为了皇位，竟不惜勾结外敌，割让国门天险。更让他震怒的是，周王竟还让大
大离朝出手，在崇礼府暗杀宁和，再嫁祸给靖王。只不过最终计划失败了。而当模拟中出现我潜线阵营出北境的内容时，周王和所有藩王瞬间慌了神，全部停下动作，开始观望局势。女帝看到这一幕，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笑意。果然，只要我镇北王的名头一亮，这些野心勃勃的藩王连动都不敢动。模拟继续推进，岁首当日，靖王终究还是按捺不住，挥军40万造反。周王见状也按捺不住，暗中放30万大离朝精锐入关，驻扎在成武关中，合计50万大军，准备坐收渔翁之利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固安守将蓝荣仅凭3万守军，硬生生将他50万大军拦了整整7日。也正是这7日，他勾结大离朝造反的消息传遍天下，瞬间民心尽失，人人唾骂。拿下固安后，周王还没来得及继续进军，就收到了靖王兵败天水的消息。紧接着，更离谱的事情发生了，大皇子率300甲士杀入皇宫，他重伤遁走，不知所踪。大皇子成功登基，却在第2日就被人刺杀于金銮殿。萧太后从后宫现身，直接把持朝政，而武国公并未率军回长安平叛，反而带着30万精锐直接去了北境。周王彻底傻眼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，只能硬着头皮率军直奔长安，却被萧太后提拔的武将太史月拦在临安府外，僵持了整整1个月。而就在这1个月里，大离朝直接被刺，30万精锐尽数撤退，反手夺下了成武关。看到这里，女帝满脸讥讽，自作自受。可讥讽过后，她心中却泛起了浓浓的寒意。上一次的模拟里，萧太后只展露了冰山一角的实力，可这一次的模拟走向，足以证明萧太后的底蕴远比她想象的要恐怖得多。她深吸一口气，当即做出决定，等师尊陆清渊到了长安，就将破镜丹给师尊服下，助其突破至天人境，坐镇长安。而当她看到模拟里武国公带着大军去了北境的内容时，她微微一怔，随即喃喃自语：武国公和宁和竟然去了北境，难道是？女帝怔怔出神，终于想通了其中关键。也是，若真到了那个局面，朕的确会做出这个选择。对江玄，女帝情绪是复杂的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徐庶说的没错，她当年在宫宴上曾无数次偷偷抬眼望我。毕竟哪个少女不怀春？那时的我刚好满足了她对未来夫君的所有幻想。也正因如此，若她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唯一的去处只会是我的北境。她很快收敛了眸中一闪而过的羞意，重新冷下脸，看向眼前的光幕，那上面正上演着周王的人生模拟。光幕里，大离朝被刺后，周王麾下只剩10万精锐，本想退往蜀地休养生息，却撞上重整旗鼓杀回来的靖王，两人帐中畅饮，一拍即合达成合作。周王在临安拖住太史月，靖王率军北上。靖王这一手回马枪打了萧太后一个措手不及，短短10天，他就杀到定安府，剑指长安。萧太后只能急调太史月回防。周王趁势拿下临安，和靖王义军合兵一处。可当晚两人酩酊大醉后，接连的刺杀就来了，从金刚境到天象境的刺客一波接一波。萧太后显然是坐不住了，两人索性不再等，直接发兵攻打定安府。圣武1年仲春，定安府被攻陷，可也是同一时间，天下彻底乱了。大离朝50万精锐南下抢地，大魏朝40万大军攻破西陵关长驱直入，南越更是趁岭南空虚，直接占了全境，烧杀抢掠。短短半月，大武朝丢了西北、西江、岭南3地，眼看半壁江山就要沦陷。他看着光幕里的乱象，怒极反笑，厉声骂着那些只顾造反，把江山都做没了的藩王。仲春下旬，周王和靖王兵临长安，眼看就要破城，白莲教众突然从定安府涌出，从后方偷袭，两人腹背受敌，瞬间溃败。靖王死在乱军之中，周王侥幸活下来，却也成了俘虏，被押到了萧太后面前。圣武1年初夏，周王成了萧太后的傀儡，登基称帝，改元天元。可龙椅还没坐热，他就被刺杀身亡，享年56岁。模拟就此结束。看着周王就这么死了，他眉头紧锁，怒骂其不争。可更让他在意的是模拟里暴露出的重重疑点。3次模拟里，造反登基的人全死于同一种手法的刺杀，幕后黑手到底是谁？萧太后和白莲教到底有什么勾连？为什么他大权在握，却始终不肯自己登基？好在这次模拟也不是全无收获，他摸清了萧太后和白莲教的关联，排除了刺杀的幕后嫌疑人，还知道了固安府守将蓝荣是可用的忠臣。更关键的是，这次的模拟奖励是能抵挡天人境全力一击的流线力火甲。看着软甲的介绍，他眼前一亮，当场提取火红色的鳞甲软甲，入手丝滑，还带着隐隐的灼热气息，刚好和他修炼的9天神皇诀相得益彰，直接穿上身。此时距离靖王造反只剩不到9天，藩王虎视眈眈，萧太后在暗处蛰伏，他正愁手中无可用之人，殿外就传来了禀报，清渊剑宗的人到了。他当即大喜，连忙让人请进来。可进来的不是他师尊，而是他的小师妹陆青青，身后还跟着7位师姐。陆青青嬉笑着告诉他，师尊后续就到，宗门的长老和弟子也会陆续赶来，全宗都来给他撑腰。清渊剑宗本就是大武朝顶尖宗门，宗主更是半只脚踏入天人境的剑道巨卿，全宗来援，直接解了他的燃眉之急。他当即给一众师妹安排任务，二师妹赵秋雨拿他的地令，暗中监视萧太后，再三叮嘱他萧太后手下有半步天人，务必小心。3师妹阮素荣、4师妹林嫣儿拿锦衣卫指挥同知的令牌，即刻启程前往兴庆府。剩下的3位师妹拿指挥千世令牌，跟着锦衣卫指挥使上官运熟悉锦衣卫事务。只有陆青青和年纪最小的黄莺儿被他勒令留在身边，不许乱跑。黄莺儿当场就蔫了，举着手弱弱问他能不能去锦衣卫，就想穿飞鱼服跨绣春刀，他无情拒绝，说锦衣卫太危险，不适合他。黄莺儿当场就委屈上了，拉着陆青青一起撒娇要令牌，他又好气又好笑，扔给两人2枚普通的锦衣卫令牌。两小只瞬间喜笑颜开，他连日来的沉重心情也松快了不少。这时风尘仆仆的上官运进来禀报崇礼府的情况，
他才得知各地锦衣卫早就被各路藩王收买渗透。他冷笑一声，正好刚安排进锦衣卫的师妹们，就是用来肃清这滩浑水的。他随即给上官运下令，让他找信得过的人去武威府控制守将，必要时直接取而代之，再去武国公府请武国公进宫议事。武国公是长安城内除了他之外最能镇住场子的人，绝不能派出去，必须留在长安盯着萧太后的动静。一炷香后，武国公进了天鸾殿，和他商谈许久，满脸沉重的离去。与此同时，北境巨蛮关镇北王府，北境的雪一直没停，寒风卷着雪沫子，刮得人脸疼。我和徐庶正坐在院中的亭子里煮酒对饮，日子过得比长安焦头烂额的女帝惬意得多。毕竟这天下没几个嫌命长的敢来我的地盘撒野。当然，凡事总有例外，比如之前白莲教派来的刺客，比如关外的蛮子，再比如现在被青儿手中的长剑抵住咽喉的紫衣女子。这姑娘浑身绷得死紧，哪怕天寒地冻，额头上也全是冷汗。她是指玄境的修为，可在青儿面前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，就被一剑封了喉。真要下杀手，她一息之内就得人头落地。我抬了抬眼，饶有兴致地问她：姑娘是谁？青儿闻声收剑入鞘，默默站回我身后，可那双清冷的眸子依旧死死锁着紫衣女子。森寒的剑意裹着寒风，在亭子里绕着。紫衣女子身子抖了抖，连忙躬身行礼，声音还带着颤：紫衣见过镇北王，小女子奉萧太后之命前来拜见王爷，并无恶意。我眯了眯眼，看向一旁的徐庶，徐庶了然，冷笑着看向紫衣女子，当场就把她的底掀了个干净。凤鸾宫的宫女，指玄境，善用毒王教传人，颇受萧太后青睐。3日前自宫中离京。紫衣女子瞬间满脸震惊，话都说不出来。徐庶往前倾了倾身，沉声道：既无恶意，为何不下拜帖，而是鬼鬼祟祟偷摸入我王府？难道姑娘以为姑娘背靠萧太后，王爷就不敢杀你不成？面对徐庶的质问，紫衣嘴唇一抿，底气不足道：紫衣若说是习惯了，不知王爷信否？徐庶冷笑：你说呢？紫衣讪讪一笑，眼角余光扫向身侧的青儿，脸色更白了。我坐在亭子里煮着酒，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心里门清，这女人是萧太后身边的人，奉了命来北境见我。半路听说我带着县镇营去了兴庆府，就起了歪心思，想偷摸潜入王府探我的底。可惜他这点道行，连王府的内院都没摸透，就被青儿一剑抵住了咽喉，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。我抬了抬眼，看向浑身紧绷的紫衣，答非所问：你出自毒王教，欧阳云那个老毒物和你是什么关系？王爷认识家师。紫衣瞬间愣住，眼神里满是慌乱，生怕我和他师父有仇，直接把他宰了。我挑眉上下扫了他一眼，似笑非笑，看来那老毒物收了个不错的弟子。紫衣刚松了半口气，我下一句话直接把他打进了冰窟。当年那老毒物刺杀本王不成，反被本王重伤，差点丢了性命。逃回毒王谷后，他放了狠话，说要不了10年，本王就会死在他弟子手里。我指尖敲着石桌，盯着他，语气平淡却带着刺骨的寒意。所以姑娘今日这事，为是复仇来了。紫衣身子瞬间僵住，脸白得跟纸一样，欲哭无泪，连忙摆手解释：王爷您说笑了，家师的话当不得真。紫衣怎敢对王爷出手？你说本王要不要现在就杀了你，再平了毒王谷，以绝后患？我缓缓起身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他直接吓得瘫在了雪地里。我话音刚落，青儿的长剑再次出鞘，冰冷的剑尖死死抵住他的咽喉，天人境的气息轰然散开，朝着他压了过去。天人！紫衣嘴唇抖得不成样子，满眼都是绝望的恐惧。他这才明白，别说我亲自出手，就我身边这个女人，捏死她跟捏死一只蚂蚁没区别。他绝望的闭上眼等死，我却伸手捏住她的下巴，把她的脸抬了起来。所以姑娘是想死还是想活？紫衣自是想活着。她颤着声，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。很好，我松开手，摊开掌心，一枚黑色的小药丸出现在手里，吃了它。紫衣咬了咬牙，一把抓过药丸，想都没想就吞了下去。他是毒王教欧阳云唯一的弟子，自认天下没有他解不了的毒，只当先保住这条命再说。可下一秒，他运遍全身真气，甚至把压箱底的毒王经都运转起来，把全身上下查了个遍，愣是没发现半点异常，脸色瞬间惨白如纸。我冷笑着开口：此丹名9窍断魂丹，一旦服下，无药师可救，须每10日服一次解药，如若不然，七孔流血，全身溃烂而死。别说你，就算是你那老毒物师傅，也解不了这毒。每隔10日，本王会让人给你送解药，你该知道怎么做。我扶了扶衣袖，转身吩咐：回去吧，有需要的时候，自会有人联系你。回去告诉萧太后，一些事本王不会管，但有些事她做不得。青儿收剑入鞘，默默跟在我身后，临走前还带着一丝可怜，扫了紫衣一眼。徐庶随即下了逐客令，紫衣浑浑噩噩地走出了镇北王府，站在漫天风雪里，半天没回过神。翌日，兴庆府城外，我让许褚带着700县镇营去兴庆府镇场子。吴王披着大氅，顶着寒风，一大早就在城门口等着，姿态放得极低。见许褚带着县镇营踏雪而来，吴王当即大笑着迎了上去，甚至主动伸手要为许褚牵马。哈哈哈，本王千盼万盼，终于把仲康你给盼来了，快随本王入城，本王备好了酒，为你接风洗尘。不必了。许褚瞥了他一眼，淡淡回绝，半点面子都没给。军务在身，不便饮酒，劳吴王费心了。他随即眉头一拧，身上的戾气瞬间散开，沉声喝道：兴庆府刺史何在？在。刺史连忙小跑着上前，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。前面带路，去军营。是。刺史连忙应下，转头就呵斥城门守将，让他们立刻撤去拒马让路。可那守将犹豫着，一个劲地瞟向吴王，没敢动。许褚当即冷笑一声，斜眼看向吴王，语气里满是嘲讽：吴王好大的威风啊，没有你点头，某今日
进不得这兴庆府了。吴王脸色骤变，当场就炸了，上前一巴掌把那守将扇飞出去，厉声怒骂，逼着守军立刻撤去所有阻拦。许褚没再看他一眼，在刺史的引路下，带着700县阵营径直入城，煞气席卷了整条街道，直到县阵营的影子彻底消失在视线里，吴王脸上的笑才彻底敛去，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。旁边的管家凑上来，想提议暗中对许褚动手，被他一巴掌一脚踹翻在地，厉声斥骂。他随即吩咐管家把那个挡路的守将处理掉，永绝后患。城门口发生的这一切都被暗处的阮素荣、林嫣儿看了个一清二楚。这吴王胆大包天，当众就敢谋杀朝廷命官，必定包藏祸心，迟早要反。林嫣儿眸中寒意十足，当场就打定主意要死死盯住吴王。阮素荣却皱着眉，看向一旁联络他们的锦衣卫镇抚使李长青，沉声问道：“你对这许褚了解多少？”李长青连忙躬身回道：“回大人，许将军是天象境巅峰，被誉为天人境下第一人，曾一刀斩杀过白莲教一尊半步天人境的。”见到剧情，一刀斩杀半步天人，两女瞬间满脸震惊，也终于明白了女帝让他们来兴庆府，还要尝试接触许褚的用意。阮素荣随即话锋一转，又问：“之前让你们查的那些贼人，可有线索了？”李长青脸色瞬间难看起来，摇了摇头，把大同府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。前几日锦衣卫去大同府查赈灾粮被抢的案子，和秦王起了冲突，有人混在锦衣卫里，突然放冷箭射向秦王，替秦王挡箭的将领当场身死。秦王暴怒之下，下令屠杀了在场所有锦衣卫，还直接封锁了大同府，放话再有锦衣卫踏足大同府，来一个杀一个。林嫣儿听完，当即蹙紧了眉，此事恐有蹊跷。他越想越通透，当即冷笑一声：“我看这根本就是秦王一手谋划的。他借着这件事，名正言顺封锁大同府，好暗中准备造反。而吴王怕是早就和他串通好了，故意借锦衣卫的手给秦王递这个由头。”李长青瞬间倒吸一口凉气，惊得头皮发麻。阮素荣当即点头，沉声吩咐李长青立刻找信得过的人，快马加鞭，把这件事禀报给陛下。诺。李长青连忙躬身应下。与此同时，岭南晋王府，自从我让许褚带着700县阵营出了北境，晋王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，完全摸不透我到底是什么心思。他坐在内院，看着对面的林玄如，皱眉问道：“玄如，你觉得北境那一位究竟是什么意思？”林玄如苦笑一声，摇了摇头：“王爷，在下也难以揣度那一位的心思。不过想来，他现在或许还没真正站对你弟，否则以他的霸道，早就开口震慑天下藩王了。”晋王缓缓站起身，身形佝偻，满眼都是唏嘘。本王戎马一生，当年单枪匹马杀入南越乱军之中，杀的那些蛮夷闻风丧胆，可偏偏和江玄生在了一个时代。他的语气里满是寄生于和生亮的悲凉，他太过耀眼，耀眼到本王这辈子的功绩，在他面前根本不值一提。本王老了，就急缠身，就靠一口气撑着，等不了多久了。他猛地抬眼看向林玄如，语气决绝：“玄如，你可愿替本王去一趟北境，见一面镇北王？世子显儿会和你一同前往。以本王和他的交情，他不会对你们下手。”林玄如心中一凛，不敢拒绝，当即起身躬身应下：“王爷有命，在下怎敢不从？”晋王当即哈哈大笑，拍着他的肩膀，悬了许久的心终于落了地。他这辈子只服过2个人，一个是先帝，另一个就是我。只要我不助女帝，这天下没人能挡得住他坐上那个位置。画面一转，崇礼府军营中军大帐报，一道急促的禀报声自帐外响起：“启禀将军，锦衣卫求见。”进。宁和端坐在上位，身着锃亮的甲胄，清冷的眸子带着审视，抬眼看向帐门。很快，一个锦衣卫掀开帘子走路，单膝跪地，一手撑地，躬声道：“锦衣卫百户罗彻参见将军。”何事？宁和开口问道。身侧的2个亲兵瞬间手按腰刀，浑身绷紧，满眼警惕。罗彻头冒冷汗，不敢抬头，连忙双手呈上一纸密令道：“禀将军，陛下有一封密令传达，请将军过目。”密令。看着锦衣卫手中的密令，宁和微微蹙眉，朝身侧的亲兵宁月递了个眼色。宁月立刻上前接过密令，转手呈到了他面前。宁和展开密令扫了一眼，眉梢微挑。密令里只说了2件事：一是4日后，临川守将周延会率8万精锐走水路赶来，届时由周延任他的副将；二是女帝探明，晋王会在岁首当日造反，让他严防死守，尤其要当心晋王麾下精锐西饶夺下云州，从后方包夹崇礼府。女帝已让锦衣卫把控了武威府，可人手实在不足，腾不出手管控云州，只能让他多加提防。可还有事。宁和抬眼看向帐下的锦衣卫，陛下未言其他，卑职告退。锦衣卫躬声应下，转身快步退出大帐，直到出了军营才松了口气，擦了擦额头的冷汗。宁和身侧那2个亲兵的气势，压得他全程喘不过气。帐内，宁和指尖无意识地在案几上轻敲，这是他跟着我在北境时耳濡目染染上的习惯。半晌，他抬眼看向左侧的宁燕，开口问道：“你对临川守将周延可有了解？”周延颇有将才，骁勇刚正，曾在老伯公麾下任校尉征战多年，后来才调往临川守边。宁燕应声回道：“他的兵法武艺都是我亲手教的，前些年一直跟着霍去病在草原厮杀，性子沉稳，眉眼间带着化不开的煞气，原来是父亲的老部下。”宁和松了口气，随即朝宁月下令，传令下去，让城中工匠连夜赶工，加急打造箭矢和守城器械。诺。宁月得令，转身快步离去。帐内只剩2人，宁和又看向宁燕，蹙眉问道：“燕儿，你说平崇礼府现有的8万守军，再加即将赶来的8万援军，能不能挡住晋王的攻势？”很难。宁燕摇了摇头，直言道：“晋王谋略极深，就算比之老伯公也不遑多让，这些年能稳压他一头的，只有王爷您。就算崇礼府一手难攻，16万大军也顶多是多守些10日，根本挡不住。提到我。”宁和眸子里瞬间漫上思念，轻声呢喃：“也不知王爷这些10日在做什么？”他叹了口气，
俏脸上浮起愁色，看向宁燕问道：“燕儿，你说王爷会反吗？”这话一出，宁燕瞬间沉默。他的命是我救的，我让他生，他便生；我让他死，他便死。哪怕是让他挥剑自刎，他也绝不会皱一下眉头。这种立场，他没法回答。罢了。宁和揉了揉眉心，正头疼着，宁燕却突然眼前一亮，俯身凑到他耳边，低声说了个主意。听完这话，宁和白皙的脸颊瞬间涨得通红，娇嗔着拍了他一下：“燕儿，你说什么呢？别瞎说，这种话亏你说得出口，不害臊。”可嘴上骂着，他眼里却没有半分怒意，反而认真思索了起来，脸颊越来越烫。与此同时，茫茫草原之上，我派出去追剿蛮族大王子扎尔哈的霍去病，正带着3000精骑在小溪旁休整。这小子追了扎尔哈几百里，可扎尔哈根本不敢接战，他一拔营，扎尔哈立马就跑，始终隔着50多里地，让他有进没处时，他正打算带1000轻骑甩开辎重，全速追上扎尔哈围起来，等后续大军赶到再包夹。一道急促的马蹄声就由远及近，报启禀将军，王爷有令。事后策马奔来，翻身下马，双手呈上了我的信件。王爷，霍去病心里一惊，还以为巨蛮官出了事，一把抓过信件就看，扫完上面的内容，他瞬间眼前一亮，放声大笑：“好啊！”他迫不及待地问斥候：“闵少山可出发了？”回将军，闵将军2日前已出关，距此60里，明日一早便能抵达。好，霍去病当即下令，赵谦传令下去，全军原地扎营，好好休息1天。诺。赵谦连忙应声，等传令完才凑过来，一脸好奇地问：“将军，出什么事了？”霍去病把信件扔给他，哈哈大笑：“你自己看。”赵谦接过一看，瞬间倒吸一口凉气，激动得浑身发抖。10万精骑直捣蛮族王庭，王爷这是要彻底掀了蛮子的老巢，太好了，这可是泼天的功劳啊！灭族不至于。霍去病给他浇了盆冷水，眸子里却寒光四射。草原太大，蛮子分散在千里草海，杀不绝，但这一次定要把他们杀怕了，彻底赶进草原深处，让他们100年之内再不敢踏过巨蛮关一步。50里外，扎尔哈的大营里，事后刚禀报完，说霍去病突然原地扎营，没有再追。扎尔哈当即松了口气，连日奔逃的疲惫瞬间涌了上来。穆哈马，你说霍去病是不是打算放弃了？他看向身侧的老部下穆哈马，开口问道：“大王子，霍去病绝非轻易放弃之人，其中必然有诈，万万不可大意。”穆哈马沉声劝道：“他跟我打过交道，太清楚北境军的可怕，更清楚霍去病的用兵之狠。”可他这话刚落，帐下的壮汉耶律完就冷哼一声，跳出来指着他的鼻子就怼：“穆哈马，你把霍去病吹得神乎其神，这几日也没见他追上我们，我看你就是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”他转头看向扎尔哈，拱着手高声道：“大王子，连日必战，儿郎们都憋屈坏了，现在营里都在转，说您被霍去病吓破了胆，再这么下去，您回到王庭还怎么争王位？”这话精准戳中了扎尔哈的痛处。蛮族只认强者，一个懦弱的王子绝不可能坐上王位，哪怕必战是蛮王的意思，可流言传出去，没人会替他解释。他看向穆哈马的眼神瞬间盖上了怀疑。穆哈马脸色一变，正要解释，却被扎尔哈抬手打断：“耶律完说的没错。”扎尔哈冷着脸看向耶律完：“本王子给你5000精骑，你能不能把霍去病的脑袋给本王子带回来？”能。耶律完大喜过望，拍着胸脯大吼：“大王子放心，末将定斩霍去病首级，给您带回来泡酒喝。”好，去吧。扎尔哈摆了摆手，看着耶律完兴冲冲的先帐离去，连看都没看一旁脸色煞白的穆哈马。穆哈马深深叹了口气，他知道现在说什么扎尔哈都听不进去了。他躬身行了一礼，默默退出了大帐，一出营门就立刻喊上自己的20名亲卫，翻身上马，朝着草原深处狂奔而去。他要去附近的部落求援，只有这样才能保下扎尔哈的命。报，启禀大王子，穆哈马将军带着亲卫往草原深处去了，要不要追回来？亲兵急匆匆冲进大帐禀报。扎尔哈眸子一冷，冷哼一声：“不用，由他去。”他心里已经认定穆哈马就是背叛了他，等回了王庭，他定要让这个叛徒付出血的代价。月见星河，雪原茫茫，穆哈马带着亲卫在雪地里狂奔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一定要赶在耶律完全军覆没之前带着援军回来。而另一边，霍去病的大营里，斥候也冲了进来，报：“启禀将军，10里外有一支约5000骑的蛮族骑兵，正朝我军大营杀来，1个时辰内便会抵达。”帐内正看着我写的兵书的霍去病，瞬间目光一凝，大步走出营帐，沉声确认：“确定是冲我们来的。”回将军，千真万确，有意思。霍去病挑了挑眉，冷笑一声：“本将军刚打算歇1天，等闵少山到了就直捣王庭，他倒是主动送上门来找死了。来人，速传军中诸将前来议事。”1刻钟后，帐内诸将齐聚。听完霍去病的话，众人非但没慌，反而个个面露喜色，嗷嗷叫着要冲上去厮杀。将军，区5000蛮子，直接正面冲上去，半个时辰就能全宰了。就是3000对5000，优势在我，怕个球！霍去病看着这群莽夫，又好气又好笑，转头看向副将赵继：“赵继，你说呢？”将军，末将也觉得直接冲就完事了。赵继深以为然的点头：“你们这群莽夫！”霍去病笑骂一声，脸色瞬间肃然：“轻敌是战场大忌，就算能赢，正面冲杀也必有伤亡。我们要做的是令伤亡吃掉这5000蛮子。”他指着桌上的余土，沉声道：“你们看这里，这处低洼地是蛮子的必经之路，两面都是缓坡，战马冲不上来。我们在此地设伏，等他们全军进入，火把为号，万箭齐发，先打他们个措手不及，再冲杀下去，必能一举全歼。将军好计策！”诸将瞬间眼前一亮，纷纷拍起了马屁。行了，别拍马屁了，赶紧下去准备，我们只有半个时辰。霍去病笑骂着挥手，诸将立刻肃容领命，转身就去整军。他又喊来亲兵灵虎，
吩咐道：“联系黑冰台，把蛮子的斥候全清了，别漏了风声。”诺。不过1刻钟，3000精骑便已集结完毕，在霍去病的率领下，悄无声息地奔赴伏击点。2刻钟后，大军抵达预定位置。赵记，你带1500骑去左侧斜坡，剩下的跟我在右侧。霍去病沉声下令：“火把一起，先给他们一轮饱和箭雨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提前冲。”诺。赵记立刻带人奔赴左侧。不过半刻，3000精骑便已全部隐匿好，连呼吸都压到了最低。月色下，雪地中，耶律完派出的斥候早已被黑冰台尽数截杀，尸体被掩在雪地里，连血腥味都被寒风吹散了。500丈外，一条火龙浩浩荡荡而来，马蹄声在寂静的雪原上格外刺耳。来了！霍去病低喝一声，两侧的将士瞬间握紧了手中的长弓，搭箭上弦，对准了下方的通道。耶律完骑着高头大马，走在队伍最前面，还在放声大笑。儿郎们，加快速度，连夜砍了霍去病的脑袋，回去给大王子下酒喝。他的笑声在雪原上回荡。斜坡上的赵记听得咬牙切齿，低声跟身边的将领争着，要亲自砍下耶律完的脑袋。很快，耶律完带着5000精骑，毫无防备的全部进入了低洼地。直到这时，他才终于察觉到不对劲，派出去的斥候一个都没回来。恰逢此时，天上的皓月被乌云骤然遮住，一阵寒风卷着雪沫子猛地刮了过来。耶律完紧了紧披在甲州外的大氅，心中莫名有些烦躁，沉着脸骂咧道：“这鬼天气，怎地突然刮起了风？”